Hello Hello， 耳机里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呀，我是你们的主播青青阳。时光过得真快，转眼又到了粽叶飘香的时节，我们迎来了农历5月初5的端午节。一说起端午，大家脑海里最先浮现的应该是清香软糯的粽子，热闹非凡的龙舟，还有家家户户挂着的艾草菖蒲吧。这个承载着千年民俗与家国情怀的节日，到底有着怎样的由来？除了吃粽子、赛龙舟，还有哪些流传至今的传统活动？今天就跟着我一起慢慢走进端午节，聊聊它的故事，说说它的习俗，感受这份独属于中国人的节日浪漫。首先，我们先来聊聊端午节的来历。关于端午的起源，流传最广、最深入人心的就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说法。相信很多朋友从小就听过这个故事。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大夫，他心怀家国，一心想要让楚国变得强大，敢于向君主提出立国立民的建议，可却遭到了奸臣的陷害，被流放他乡。在流放的日子里，屈原依旧心系祖国和百姓，看着国家日渐衰败，百姓流离失所，他满心悲痛，却无能为力。公元前278年，秦国攻破楚国都城，楚国灭亡。屈原得知消息后，悲痛欲绝，怀着对家国的无限眷恋，在农历5月初5这一天，纵身跳入汨罗江，以身殉国。江边的百姓们得知消息后，悲痛不已，纷纷划着小船赶往江边打捞屈原的遗体，生怕江里的鱼虾啃食他的身体。大家还把糯米、粽子投入江中，喂饱鱼虾，让他们不要伤害屈原。也有人倒雄黄酒入江，希望能药晕蛟龙水兽，保护屈原。久而久之，每到5月初5这一天，人们就用这样的方式纪念屈原，端午节也就这样流传了下来，承载着后人对屈原的敬仰与怀念，也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。除了纪念屈原，端午节还有其他的起源说法，比如纪念伍子胥，纪念孝女曹娥，还有说法是源于上古时期的祭龙仪式。因为端午时节正值仲夏，天气湿热，毒虫滋生，古人认为龙能辟邪驱灾，通过祭祀祈求平安健康，驱散疫病。不管是哪种起源，端午节流传到今天，都早已融入了我们的生活。它不仅是一个纪念先贤的节日，更是一个祈福纳祥、驱邪避灾、阖家团圆的传统佳节，饱含着人们对平安健康、美好生活的期盼。了解完端午节的来历，接下来我们就好好说说端午节都有哪些经典又有趣的传统活动。这些习俗代代相传，藏着满满的生活仪式感，直到现在我们依旧在延续。第一个最家喻户晓的活动，自然是包粽子、吃粽子，这也是端午节最核心的习俗。每到端午前夕，家家户户都会忙着准备粽叶、糯米，还有红枣、豆沙、鲜肉、咸蛋黄等馅料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粽子。翠绿的粽叶裹上晶莹的糯米，再放上喜欢的馅料，用棉线紧紧缠好，放进锅里蒸煮。没过多久，满屋子都是粽叶的清香和糯米的甜香，满满的节日氛围。粽子的口味也分南北差异，南方多爱吃肉粽、咸粽，像鲜肉粽、蛋黄肉粽，鲜香软糯。北方更偏爱甜粽、红枣粽、豆沙粽，清甜可口。
不管是甜是咸，小小的粽子里包的都是团圆，裹的都是思念。吃一口粽子，就感受到了端午的味道，家的味道。第二个经典活动是赛龙舟，也是端午节最热闹的习俗。赛龙舟最早是人们为了打捞屈原遗体而划船竞速，后来慢慢演变成了一项热闹的民俗活动。每到端午，江河湖面上一艘艘龙舟整装待发，船员们齐心协力划动船桨，伴随着铿锵的鼓点，龙舟奋勇争先，岸边的观众呐喊助威，锣鼓喧天，热闹非凡。赛龙舟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，更象征着团结一心、奋勇向前的精神。不管是参与其中，还是岸边观看，都能感受到那份热烈的氛围。这也是端午独有的热闹与活力。第三个习俗是挂艾草、菖蒲。端午时节，天气越来越热，蚊虫、细菌滋生，容易引发疫病。而艾草和菖蒲都有着特殊的香气，能够驱虫杀菌、净化空气。古人认为它们可以驱邪避灾，保佑家人平安，所以每到端午，人们都会去采摘新鲜的艾草和菖蒲，捆成束挂在门口、屋檐下，整个屋子都萦绕着淡淡的草木清香，既实用又有仪式感，寓意着驱散病邪，家人四季安康。第四个活动是配香囊。配香囊也是端午很受欢迎的习俗，尤其是小孩子们都会佩戴上一个精致的香囊。香囊一般用彩色的绸缎布料缝制，里面装着艾草、丁香、白芷等香料，香气浓郁，外形小巧可爱，有菱形、心形、生肖形等等。古人认为佩戴香囊可以驱虫避瘟、祈福平安，同时也是一种很美的装饰。小时候，长辈们都会给孩子缝制香囊，挂在胸前，藏着对孩子满满的疼爱与祝福。这份小美好一直流传到现在。还有一些地方保留着喝雄黄酒、祭五彩绳的习俗。五彩绳一般是青、白、红、黑、黄5种颜色，代表五行。端午当天系在孩子的手腕、脚腕上，寓意着辟邪纳福，保佑孩子健康成长。要等到端午节后第一场雨，才把五彩绳剪下扔掉，寓意带走疾病和灾祸。而雄黄酒，古人认为可以驱蛇虫、避邪祟。不过现在我们知道雄黄酒含有害物质，大多不再饮用，更多是作为一种习俗象征。其实端午节的习俗看似繁多，却都藏着最朴素的心愿：驱邪避灾、平安健康、阖家团圆。它不像春节那样热闹隆重，也不像中秋那样饱含相思，却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温润与厚重，有美食的香气，有热闹的氛围，更有家人相伴的温暖。我们过端午节不仅仅是传承这些习俗，更是铭记那些先贤的精神，珍惜当下的团圆生活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。又是一年端午至，粽叶飘香，龙舟竞渡，愿大家都能在这个节日里吃一口香甜的粽子，享一份阖家团圆，平安顺遂，喜乐安康。好了，今天关于端午节的来历和习俗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。我是青青羊，如果你觉得这播客有用的话，请点赞分享给身边的人。你也可以送我一杯小小的咖啡，让我有更多分享的动力。感谢你的收听。如果有什么想了解、想聊的话题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都会认真看的。我们下期播客不见不散，晚安。